大家好，我是一只俄罗斯猫，我什么也没做，我被制裁了。俄罗斯的树也被制裁了，下一个轮到俄罗斯方块了。哇哦，这是认真的吗？还是以照顾我兄弟的名义制裁我吗？我觉得不应该惹怒猫。3月1号，猫科动物国际联合会宣布制裁俄罗斯，呼吁本机构下属的各国分会停止进口饲养于俄罗斯境内的猫，并禁止与俄罗斯有关联的机构参加该组织举行的展会和比赛。对乌克兰局势感到震惊和恐惧，称战事除造成人员伤亡外，身在乌克兰的猫科动物爱好者们也在艰难环境中拼命照顾他们的猫和其他动物。俄罗斯出产的俄国蓝猫一直是宠物市场上广受各国消费者喜爱的重要品种。目前这一款品种猫仍主要在俄罗斯境内繁育。另一方面，尽管该联合会在公告中称自己听到许多人强烈要求制裁俄罗斯的声音，但从评论区看，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响应。反对者认为，这个联合会并不是一家有着固定政治纲领的组织，不应该出于一时激动就参与到这涉及多方面争议的政治事件中。对俄罗斯饲养者发出制裁并不合理，除了伤害那些无法左右政局的普通人，对乌克兰当前的局势没有半点帮助。我们不应该以有人被伤害为理由去伤害另外一群人。俄罗斯的树也被制裁了，疯狂啊哈！这只是一棵树，还是已经死了的树？自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国家及民间团体以各种形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就连俄罗斯的一棵古树都不放过吗？欧洲年度树木比赛自2011年开始举办，每年都会选出全欧洲最有故事的一系列树木。该机构官网介绍称，比赛灵感来源于捷克环境伙伴关系基金会每年举办的最受欢迎树木比赛，不比树木的长相、年龄，而是关注树的故事及其与人的关系。将代表俄罗斯参加2022年度评选的这棵橡树，显然是因为没有谴责普京而被制裁吧。这制裁导致2021年获选俄罗斯年度树木的著名古树图格涅夫橡树失去入选欧洲年度树木评选的宝贵资格。图格涅夫橡树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所种，曾在2021年198岁高龄时被飓风折断。祸不单行啊，他现在还要面对欧美国家的制裁，失去宝贵的评选资格。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变得滥用和反制啊。包括之前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对新疆棉花和北京冬奥会的抵制。俄乌爆发冲突以来，俄罗斯遭到西方世界政府、民间组织方方面面的制裁，一些所谓的政治无关、文化与体育无国界、中立态度都不复存在了。一些制裁正向着匪夷所思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以上这些仅仅是制裁的冰山一角。近日，随着多个西方国家带起了节奏，各种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接踵而至，包括中立国瑞士也下场加入欧盟对俄的制裁。我买了岛上存的几十亿的金砖和游艇是不会放到瑞士去了。还有素来强调体育无国界、体育无关政治的体育界各大机构，也先后开始对俄罗斯颁布禁赛令。就连美国易电公司 EA 旗下的足球游戏非法22也删除了俄罗斯队和俄罗斯俱乐部。那我们的足球游戏就不玩了吧？俄罗斯乒乓者普鲁申科在国际滑联宣布不邀请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后的表态称，体育无关政治，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同时，影视艺术界的制裁也在蔓延，包括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宣布暂停在俄罗斯上映电影《唐老鸭和米老鼠》，还能看吗？戛纳电影节拒绝俄罗斯官方代表团参加等等。由于没有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音乐指挥家杰杰耶夫被慕尼黑爱乐乐团提前解除了首席指挥合同。同时，他还被迫辞去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名誉主席职位，一系列演出也被取消。美国和西方欧洲特别擅长于搞双标，在别人国家发生的冲突骚乱就是美丽风景线，在自己国家发生的抢劫抗议就是民主。民主、人权、自由这些词都被用烂了。作为一只猫，我替我的兄弟们表示抗议。那么好吧，咱们下次见。